有一次也是我喝酒，万圣节那一次是变装趴嘛，结果我最后扮那个秦始皇，大家都很配合。他说皇上好，最后我喝醉，我就说不行啊，朕要驾崩了，然后就退场。然后外面是一个小的桥，下面是河，我就说我要下去抓鱼，这样你就以秦始皇的造型下去抓鱼，好荒唐，很荒唐。你好多荒谬的故事，所以你现在戒酒多久？欢迎收听娱乐扭蛋机，我是杰恩，我是韦伯。好，欢迎两位。两位今天来那个娱乐扭蛋机，其实最主要就是要来宣传你们的新戏《约定》，要不要跟大家来好好推荐一下？好啊，你先。我是韦伯，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严兆刚，他是一个轻饮店的店长，然后老板，然后也是他们的公益坊在我店里的附近，所以他们三不五时会来我这边聚餐。然后我同时也是金宇珍的大学学长，所以就是东贤的学长，对，东贤的学长，所以我的角色比较算是一个在他们之间穿针引线的一个重要人物，对。然后他的人格是就是平常看起来他是暖男，可是他是不太相信爱情的，然后直到遇到杰恩饰演的思琪这样，好，杰恩来介绍一下你的角色。好。我是于杰，那我在《约定》里面饰演的是伍思琪。那我是在公益坊里面是最菜的员工，然后最近才刚进去之后遇到他，我才刚升上变成那个讲课的教师。对，然后我里面的个性是比较单纯，然后比较内向，然后没有谈过恋爱，小绵羊。对，所以母胎单身的小绵羊，母胎单身，所以等于是有点被他拐走，被他拐走就对了。对，就是这个故事的设定是有点大野狼跟小绵羊之间的故事，感觉这样互动这样子。对。可是现实生活中，你们两个个性是属于哪一种型的？比较是主动还是被动？我先猜，我猜韦伯是绵羊型。我蛮被动的。他是吗？杰恩是吗？我们就是剧里面是怎样，那我们现实相反过来。因为你感觉就是会比较主动，对，你比较主动，然后你比较被动，是这样子吗？对。杰恩，你是在感情当中是主动的，是不是？我就是现实中的大野狼，他是小你是谁会讲说自己是大野狼？不会，怎么样大野狼的？像刚吴北我叫的这有什么好讲的？对啊。那你们两个拍吻戏的时候有特别要做是很难克服的吗？可以跟我们讲下你们拍吻戏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那时候拍吻戏好像因为我们前面的对手戏不长啊，就几乎是一开拍，好像第2天还是第3天就要拍吻戏，所以我们前一天，然后那天有4场还3场的吻戏，所以我们前一天有去他家，然后去看夜景，然后有点互相先培养一下默契。你说你们拍的那天要拍3到4场的吻戏，是同一个场景吗？不同集数，但是在同一天拍，都很集中啊。为什么导演有跟你们分享说为什么要把吻戏一天集中把它拍掉吗？因为那个场景就是租两天还1天因为要配合场景的关系，对，所以要一次把它清掉，这样子，对，一次把它清完。然后，可是那个清应该是有各种不同情绪的清吧？对，各种不同情绪的清。那你们前一天是在一起看片，有一起先看 BL 剧啊，别人怎么亲啊，然后也有互相讨论，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漂亮。我们有说我先这样，再这样，然后什么几下，然后什么再转来转去这种研究这种东西。你说在合体在哪边？在看夜景啊，那是一个在我家也有啊。对，在他家也有。在你家？在我家，对啊，在我家的那个沙发那边有，我们有稍微讲，就是对啊，跑一下流程。可是等一下那我好奇，因为那时候只有你们2个人嘛，还是还有其他人？我爸妈不在家，然后就是只有你们2个人。对，还有他家的小狗。那你们2个在对，好，那你们那时候在对的时候不会很尴尬吗？不会很害羞吗？其实还好对，那你们可以模拟一下吗？例如说那时候就说好，那我们明天这一看我们要这样子，位置要这样请，你们会怎么样？那我明天就是我先亲你这边，再亲你这边，然后你再过来，再换你主动这样。对，就是类似这种。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哪里好像这里可以亲久一点啊什么，因为画面什么可能就会猜什么导演可能会从哪里拍到哪里，那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要转过去转过来？
这种那有直接真的亲自走一次位置这样子吗？没有真的亲，可是就是有走位置都用手带嘴，对，然后这样子就碰它，就是先去模拟一下位置这样子。对，那实际拍的时候真的有帮助到吗？有，至少不会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吗？我觉得当下是紧张大于一切，然后可能亲个2次之后就投入吧。我是第一次第一下的时候开始放空，我灵魂就飘走了。为什么？就是怎么嘴唇蛮厚，发生什么事？蛮厚的，嘴唇蛮厚的。对，我第一下就觉得嘴唇其实蛮厚的，没有遇过的触感，是不是？因为以前都是嘴唇比较薄的。应该是520除了这个谐音是我爱你之外，你们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告白或被告白的经验？我好像没有被告白过怎么可能？你在学校以前应该会有同学喜欢你吧？没有听说然后告白的话，因为我蛮被动，所以我都是我知道自己喜欢他的时候，然后我会很确定到就是我知道他喜欢我，然后我才会告白这样。因为确定了就蛮容易成功的。那你告白方式是用文字吗？还是用当面讲，还是怎么样？文字比较多。那你通常会写什么？大概就什么要不要在一起什么的这种。我觉得用文字告白就国中的时候才会后来就直接讲了。他直接呛你，后来是好，就直接讲说，我喜欢你这样。好，那你嘞？你有自己主动出击的？有，但我通常会借酒壮胆，因为我蛮胆小的，所以我会。你有很胆小吗？他没有。我有，好不好？好，你继续讲的。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某年圣诞节，我写的卡片，然后里面有就是告白的一些字，这样，然后我就送一个人回家，然后回家的时候，笑屁回家的时候把他送下车，然后在他要走进打开大门的那一瞬间，我就把卡片送给他，还有礼物，就说圣诞节快乐，然后等下早点休息，我就开车走。然后那时候一上车，我手全部都在踹，然后我要倒车离开巷子，他那个住的地方是在巷子里面，然后就有点难开，然后我就没有看到后面有根电线杆，我就倒车直接撞到电线杆。然后那个人还就是听到声音就转过头看一下我是发生什么事情，超级尴尬。那他有出来吗？后来就没有了，后来他都不理我了。他就想说开车技术太烂，是不是？对，当下他没有过来关心你，没有，就都没有理我了，都没有理你。那你那时候很紧张，伤得很深这个问题是你刚刚要回答的吧？前几个问题要。所以那时候是你觉得可能有机会才跟对方告白，就是可是他没有给你任何的回应，这样子。对啊，他没有给你任何的回应，就有点受伤。对，之后我开车就都没有再撞到过。你现在当兵，说快要迎接最后的那个，快要退伍了。当兵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跟你觉得比较难忘的事情？我手机不见了。手机不见。有一次我就是放假，然后就是去唱歌嘛，然后就是也是有点醉，然后你真的很多买醉的故事他蛮会喝的，你蛮会喝的，是不是？然后我到桃园的车有2种。就是有一台车，但是会有一台车跟我那台车很像，就是到基隆的车一样，都是蓝色长长的。然后那是火车吗？还是客运？然后那次我喝醉，我就是坐到基隆的车，然后我到车上就开始爆睡。隔天早上起来，我就到基隆了。然后我下车的时候想说，哇，海味好重啊，哇，好浪漫。那后来怎么办？后来我就是一路走，就看到一个建筑，那时候还是有点宿醉，就看到建筑好像是火车站，我也就莫名其妙的刷卡，然后就上火车。后来上火车之后，我下火车，我手机就不见了，然后我 AirPods 还带着，还有音乐，然后我就找不到手机。有音乐代表没有在很远的位置。对，但我那时候就很不舒服，我想说我赶快下车，手机就算了。然后我就下车了，手机就算了，手机就算了。那后来嘞？后来手机在哪边？在高雄。在高雄，他坐火车坐到高雄，所以你的那个音乐是自己慢慢的就慢慢断掉这样子，渐弱这样，然后就慢慢断掉这样子。对，那韦伯有吗？
我之前当兵有一个，因为我们睡上下铺，我是睡下铺，然后我就坐在下铺，好像喝饮料还是吃东西吧。于杰恩的手机掉了，对啊，你看，我觉得你手机命运蛮可怜的。对，他就各种掉东西。好，我就坐在下铺吃东西，然后就突然有一个人就直接坐在我腿上，然后我就吓一跳，然后把他推走的。坐在你腿上？对，就是我们连的30号。干嘛把号码把它讲出来？他是你的军中之花，是不是？对，他们就有2个，然后我们都叫他们姐妹这样子。你说30号跟几号？30号跟于杰恩，你为什么要13吧？13还是12还是13？这有什么法郎的小姐是不是？没有，他们就很会跳舞，然后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表演，他们就会去跳舞啊，然后或是布置这个军营，然后他们就可以放这个军营，真的。有时候有一些节日，他们就会帮忙布置军营，然后他们就可以有荣誉假可以放，就超还蛮好。他们跳什么舞？就是那种热舞啊，那种就是蔡依林啊。对，然后营长那天是圣诞节，然后就有安排他们做活动，就是跳舞，然后营长上台，然后就把营长当管子在跳，这样坐在椅子上面这样扭。不是营长在上面啊，就营长在讲话，然后他们2个就派出他们2姐妹，然后上去派出2姐妹，对，上去跳舞这样。那营长开心吗？应该我不知道那那时候是坐在你腿上是30号，是姐姐还是妹妹？是妹妹，是妹妹。对。那妹妹坐在腿上的时候有跟你讲什么吗？没有，我说干嘛？没有，她应该是会跟你讲什么台词在坐你腿上嘛，不会没事的那个啊。我忘记了，反正他们就不是只有我啊，是其他人坐在那个下铺也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你说只要坐在下铺的人都会被他们坐在腿上的，就看他们2姐妹的心情。对，就看怎么样做这样子。对，那退伍之后2姐妹还有跟你联络吗？就是可能看到你演戏这样。没有，他们应该不知道我有在演戏吧？怎么可能？因为我是退伍后才进这一行的。对啊。可是还是看得到你，应该还是你们就没有保持联络这样子？没有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祝福那2姐妹？也没哦，那个5月20一定要看哦，对，应该是他们喜欢的吧？最近在戒酒，你最近在戒酒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丢掉太多东西啦，我丢掉手机啊，然后上次我的包包也不见，包包你说整个包包，我的小包也不见，然后还跟别人下跪，就说拜托不要让我喝了这样。你跟别人下跪的时候，不要喝醉的时候是不是？就他们会一直吹酒啊，那我就是不行，我是不行的，我就不会想再喝，我就跟他们下跪。然后后来他们就原谅你。对啊，我好像还跑到那个我们那时候在朋友家喝嘛，然后喝完了之后，他旁边有种田，就跑到他阿嬷的田里面玩。你整个人好疯狂啊！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不是有个疤，是你之前喝酒，然后从桥上我去抓鱼，有一次也是我喝酒，万圣节那一次是变装趴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想一个喝醉酒会很好笑的，结果我最后扮那个秦始皇。你扮秦始皇？我就扮秦始皇，然后这样走进去酒吧，然后砰推开，然后大家都很配合，他说皇上好。朕为服出巡。最后我喝醉，我就说不行啊，朕要驾崩了，然后就退场，对，就出去外面，然后外面是一个小的橋，下面是河，然后我就说，你不觉得下面会有鱼吗？然后我就说我要下去抓鱼，这样你就以秦始皇的造型下去抓鱼啊，然后我膝盖就受伤，膝盖就有个疤，好荒唐哦，很荒唐，你好多荒谬的故事，所以你现在戒酒多久？1个礼拜。所以我才会在遇见他之前就觉得他好像是屁孩，真的很屁，然后见面聊天又听他分享这些，我就哇糟了，以后演戏要怎么演？然后后来就慢慢发现他还是有认真的时候。他真的有认真的时候吗？我现在感觉不出来了，我现在开始有点迟疑这件事情。他真的有认真吗？有啊，他在拍戏的时候还是很认真。播出就知道。好，那你下次会什么时候会喝？他早，退伍的时候，就是退伍的时候喝这样子。把你灌爆。好，那最后2位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对方说的？之前排练的时候，就是就是有时候你不在的时候，我还真的是蛮没安全感的。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要教开课的那一场戏，然后你那时候有来嘛，然后就让我原本前几天很紧绷的精神全部都松懈下来，就是其实你在其实你在的时候我都蛮有安全感，然后就是比较敢演这样，就谢谢你啊，不客气。好，对，那韦伯，应该说杰恩是我人生出现比较特别类型的人吧，所以在一些工作啊、做人什么，我觉得他也教会我比较勇敢吧，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好那么多顾虑的，也没什么好怕的，对啊，就身边还有像他这样的人在，对，也蛮谢谢他的，对啊，谢谢，不客气。我是觉得你要多跟这种火象星座的人来往。好，就是觉得他再疯狂一点点，是不是？对，他再疯狂一点点这样。好啦，不然下次杰恩你约一局，大家可以一起去喝的那种，对，我们可以一起去玩这样子。可以啊，对，但我一下就没办法玩啊。那你就看大家玩啊，必要时就把那个30号跟13号邀来。姐妹会很嗨哦，就应该会蛮嗨的这样子。好了，今天聊完之后，我发现我更认识两位是跟我想象中超级不一样的人，而且我们要准备以颠倒的心情去看你们在剧中的那个许 CP 的那个感觉，这样子，对不对？是很不一样的突破。好，今天很谢谢你们来，然后也谢谢杰恩特别在那个收假之前特别来不会来扭蛋机来录音。希望你借久的时间可以再稍微的拉一下下，好不好？加油！今天谢谢你们，谢谢。然后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在 Podcast 上面帮我们按5颗星，然后在 YT 上面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然后记得锁定约定的播出时间，跟大家说，5月20日起每周四中午12点在 Vido 还有 KKTV 准时上架，大家一定要收看哦。你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吗？讲得很顺第一周连播2集大家记得看。好，记得，反正我们就是在架上都可以随时可以回去收看精彩的集数，这样记得要准时锁定。好，谢谢，拜拜，拜。